说实话，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复仇。女人为了报仇，不仅认仇人做儿子，还每天给他洗衣服做饭，属实是把仇人伺候的舒舒服服啊。这么看，他倒不像是在复仇，反而更像是在报恩呢。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那就错了。恰恰是这种甜死人的复仇，才是他对仇人最好的惩戒方式。最后，他不仅为儿子报了仇，还诛了仇人的心。他就是2012年上映的《圣殇》。男人作为一个专业收高利贷的，手段可谓是相当狠毒啊！只要是还不上钱，直接就是卸人胳膊卸人腿，然后用伤者的保险赔付金来还债。这还不算啥呢，他不仅对男的狠，对女的更狠。你看这个还不上钱的女人，准备用她完美的身材抵债，不说抵完吧，最起码宽限几天还款日期吧。原本女人很自信啊，结果正直的男人嘎达哥当时就把女人推了出去，这可是另外的价钱，然后把女人的丈夫拽了进来。女人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啊！难道我还比不上丈夫吗？可嘎达哥根本没工夫理会这两口子的小把戏，只见他熟练的打开机器，把男人的一条胳膊卸了。催收完这一家，今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嘎达哥拎着鸡准备回家犒劳一下自己，殊不知一个50多岁的女人一直在身后跟着他。果然回到家的嘎达哥正要关门，女人伸出手挡住了门框。嘎达哥觉得这女人有毛病啊，咣咣的就要关门，挤得女人的手那是生疼啊。可女人愣是没吭一声，下一秒就推开门径直走进了房间，然后直奔厨房。看着脏了吧唧的碗筷，女人上去就是一顿收拾啊。饶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嘎达哥，也属实是没招架住女人的热情啊。怎么回事？保洁阿姨吗？可不论嘎达哥如何询问，女人都是一言不发的收拾家务。嘎达哥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自己可没钱付钱呐。于是，一把把女人扔出了门。嘎达哥边关门边嘀咕：“真是有病。”结果脚下一滑，手里的匕首砸破窗户飞了出去。嘎达哥很生气，气冲冲的下楼去找匕首，谁知被女人捡到。嘎达哥看着女人的架势，心里终于明白过来，哦，原来是个报仇的。嘎达哥掀开衣服，露出白花花的肚皮，来呀，往这儿捅来。嘎达哥万万没想到啊，女人竟然把匕首还给了他。嘎达哥觉得女人太吓人了，转身回了房间。谁知接下来的几天，女人不是在门口等着嘎达哥，就是大半夜站在楼下盯着他的窗户，这给嘎达哥吓得心里直发毛啊！这不能是个神经病啊！然而这一天，女人似乎再也忍不住找到嘎达哥后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：“儿啊，我儿你嘎达妈！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的话，顿时把嘎达哥雷的是外焦里嫩呐。嘎达妈不停地叫着嘎达哥的名字，嘎达哥害怕呀，啪啪的给了嘎达妈几个大逼斗，边打还边叫唤：“不要喊我的名字，你这个疯女人！我从出生都没见过我妈，你不可能是我妈！”可无论嘎达哥怎么打，嘎达妈都没生气，甚至厚脸皮的紧紧的跟在嘎达哥身后。毕竟当妈的不能跟儿子一般见识啊。这一次，嘎达哥催收的男人家中也有个老母亲，看着儿子被打，老母亲害怕的嗷嗷哭。但今天是最后的还款日期，男人还不上，只能要他一条腿。于是嘎达哥带着男人来到一栋烂尾楼，并毫不犹豫的将男人推了下去。男人的腿被摔得不能动弹，嘎达哥见没断，给男人脚下垫了块砖，然后吭哧就是一脚，男人的腿彻底断了。剧烈的疼痛使得男人嗷嗷叫唤，愤怒的他不断的诅咒嘎达哥：“你不得好死啊！”结果嘎达妈一听，你还敢骂我儿子，对着男人的残腿吭哧又是一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嘎达妈时常跟着嘎达哥，为了讨好儿子，还给他送了条鱼，这给嘎达哥整得很不耐烦啊，将嘎达妈彻底轰走了。殊不知啊，正是嘎达妈的一次次纠缠，让嘎达哥这个噩梦有了点人的样子。他竟然把鱼养在了水缸里。这时嘎达哥发现鱼身上有个纸条，上面写着嘎达妈的电话。经过几夜的苦苦纠结，嘎达哥在一次醉酒后拨了过去。他很能装，说什么别以为你说是我妈我就相信，哼，你要是说的是真的，那就马上出现在我面前。结果嘎达妈就在他家门口呢。嘎达哥看着门外的嘎达妈，打开门后转身回到了房间，这是给嘎达妈留了门啊。殊不知正是这次的心软，嘎达哥将会彻底葬送自己的性命。有一个来钱快的方法啊，但是不建议去尝试。这帅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帅哥宁愿断条手臂去骗保借高利贷也得要钱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他没出生的儿子能有口奶粉喝。身为高利贷催债者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要不帅哥你再想想。然而帅哥完全听不进去啊，快点砍我胳膊，我要钱！男人一看，那行吧，这人有点子勇气在身上。于是男人在帅哥嘴里塞了一个手套，并将他的胳膊摁到了机器下方。说实话，到了这一刻，帅哥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但更多的是得到钱的快感。这一下给男人整得不忍心了，毕竟他也是做儿子的人，看不得为人父母的，为了所谓的自我感动，就私自为儿子做这些。于是男人扔下保险单，起身就离开了。结果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帅哥的惨叫传来。这人呢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金钱的奴隶。经过此事，男人决定金盆洗手，这遭天谴的活谁爱干谁干吧，他得高高兴兴的回家做他妈妈的好儿子去了。然而此刻沉浸在母爱中的男人嘎达哥不会想到，这个突然出现的母亲并不是他的母亲，而是曾经被他逼死的一个欠债人的母亲。为了给儿子报仇，嘎达妈认贼做儿子，
不仅占了便宜，而且还策划了一出复仇大戏。嘎达妈先是不动声色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，带儿子逛街，给儿子做饭，给儿子织毛衣，必要时刻还要装作可怜的模样，引起儿子的保护欲。总之啊，嘎达哥很快就沦陷了，毕竟30年没感受过母爱了。这一天，嘎达妈告诉嘎达哥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别忘了早点回家呀。嘎达哥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！可当嘎达哥走后，嘎达妈抱着织好的毛衣来到一处废旧工厂，打开冰箱后，嘎达妈嚎啕大哭。原来冰箱内是他被逼自杀的亲儿子。此刻，嘎达妈内心的仇恨达到了顶点，她势必要嘎达哥付出生命的代价了。这个女人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！她先是哐哐的捶着大门，然后尖叫着告诉手机那头的儿子：“儿子，快来救你妈呀！有坏人要闯进来了！”然后女人又开始打砸房间内的东西，刻意模仿出有人闯进家的景象。果然，手机那头的儿子被吓住了，当即安慰嘎达妈：“妈妈别怕，儿子来了。”等嘎达哥回到家，嘎达妈已经不见了。看着一片狼藉的家中，嘎达哥很慌啊，心想嘎达妈一定是被绑架了，但是被谁绑架的呢？嘎达哥仔细想了想，嫌疑人还真不少，毕竟之前因为他暴力催债被搞残废的人很多呀。于是嘎达哥一家一家的找去，第一家残废的男人再见到嘎达哥时，当场吓得大小便失禁。嘎达哥看着怂了吧唧的男人，确定以及肯定不是他干的，紧接着又赶去第二家。嘎达哥没见到欠债人，只见到了这人的老母亲。老母亲以为嘎达哥是儿子的好朋友，带着他就去了儿子的坟前。嘎达哥知道自己又跑空了，于是立刻去了第三家。这家的男人一见到嘎达哥就开始恶语相向，嘎达哥气得一把揪住男人的领子。这时一旁的男人儿子拿起尖尖的铅笔，对着嘎达哥的腰子就一捅啊！吃痛的嘎达哥松了手，转念想想，男人腿都残废了，不可能绑架嘎达妈呀！嘎达哥再次急匆匆的离开，没穿几家门，嘎达哥就来到了嘎达妈亲儿子的废旧工厂。嘎达哥看到了带有血迹的冰箱，便猜测是嘎达妈受伤了。可嘎达哥再着急也没用啊，毕竟他之前得罪过的人太多了。嘎达哥一时间失去了方向，谁知就在这时，嘎达哥接到了嘎达妈的短信，里面是一个烂尾楼的地址。嘎达哥立刻赶去烂尾楼，果然看到了站在楼顶的嘎达妈。只见嘎达妈不断的向身后的人求饶，并让嘎达哥不要上来。好不容易感受到亲情温暖的嘎达哥，当时就害怕的跪在地上，不断的向楼上之人求饶，放过他的母亲。而看着嘎达哥跪地祈求的模样，只有嘎达妈知道他身后空无一人，而这一切不过是他演给嘎达哥看的。嘎达妈要的就是让嘎达哥感受到母爱，让他这个恶魔变成一个有血有感情的人，然后再毫不犹豫的摧毁这一切。最终嘎达妈跳楼死在了嘎达哥面前，而嘎达哥看着嘎达妈的尸体，情绪彻底崩溃，他痛苦的嚎叫着，好不容易燃起的生活欲望被母亲的尸体一击溃散。这一刻嘎达哥感觉天塌了，他安葬了母亲的尸体，然后穿上母亲亲手织的毛衣。此刻他终于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了，同时他也想起那些曾经被自己害得家破人亡的人，顿时嘎达哥就产生了深深的罪恶感，当即他就决定要赎罪。当天晚上，嘎达哥用一条铁链将自己挂在了被他打残废的欠债人车底，静静的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只见车子发动，穿过黑暗驶向远处，而路上则留下了一道很长很长的血迹，就这样带着绝望自杀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说实话呀，这个结尾属实是升华了，导演是有点子技术在身上的。Goodbye everyone。